奥雷小白瓶邀您收看腾讯视频《陈情令》。云深不知处，淡斑找对路。奥雷淡斑小白瓶，斑点不见，白过姑苏小白兔，白白的哟。奥雷小白瓶，淡斑美白，无限的最爱。我当然不能留情面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做了什么事情吗？当年你被仇家追杀，小星辰好心救了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把活人变成傀儡，欺骗小星辰，还把宋兰变成如今这般模样，连阿晶一个小姑娘你都不肯放过。笑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人家恶心透了你，你还偏偏要把人家拉回来陪你玩这种破游戏。谁要跟他一起玩游戏啊？哦，那你眼巴巴的跪下来求我帮他修复灵石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他不是要做品行高洁之事吗？我就偏不让他如意。啊？既然你这么恨他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杀长平呢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原因吗？一定老总，我要杀岳阳全家，就连条狗都不会给他留下。你这个理由倒是不错，可是时间也完全不对啊！像你这种睚眦必报的家伙，下手又如此歹毒阴损，要杀人全家，怎么可能花几年时间完成？你到底要为谁复仇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心里清楚什么？我清楚什么？你要杀便杀，为什么偏偏要用代表惩罚的凌迟之刑？那为什么偏偏要用双华，而不用你自己的降灾？为什么偏偏要挖掉长平的双眼，让他变得和小星辰一个模样？废话，统统都是废话！复仇，我难道还要让他死得舒舒服服？你的确是在复仇，可你究竟是在为谁复仇？可笑！如果你真的想复仇的话，最该千刀万剐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吧。小流氓生命力太顽强了，像是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还是得激他多说几句话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啊，即便是你身上带有一块阴铁碎片，只怕也复原不出半块阴虎符吧？你让我猜一猜，一定是有人在帮你，对不对？你之前说那位擅长演戏，让你自愧不如的朋友呢？他怎么不来帮你啊？你说话呀！安战，快，刺竹竿响的地方！丫头，断了你的舌头，挖了你的眼，这些年你躲躲藏藏，现在敢出来了，不怕我捏碎你吗？
蓝湛，鬼面人，他们做的阴虎符还是被拿走了。我刚才刺中了他3击，可还是叫他在大雾中遁走。至少，我们知道薛洋和鬼面人是同一批人，只怕他们有同一个主子。蓝湛，你在想什么？鬼面人剑法奇特，脱胎于姑苏蓝石，却藏有兰陵金石的绝招。啊！他们在这里！韩光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莫前辈，这是……没事，他已经恢复神智了。莫前辈，他们一会儿再告诉你们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行处理。好玩？怎么不好玩？小星辰道长，你想知道我这根手指是怎么断的？不想，可我偏要说。要是说完之后，你还觉得是我的错，那随便你想干什么。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小孩和糖果的故事吗？那个小孩子实在太想吃那个糖果，他拼命地追上车，在车前招手，想让他们停下来。可那男人被他哭声吵得心烦，一把夺过车夫手里的鞭子，抽在他头上，把他抽倒在地。然后车轮就从他的手上一根一根碾了过去，切碎，一只左手受过全碎，一根手指被当场碾成了一滩烂泥。小星辰，你抓我去不净室的时候，好义正辞严，那个男人就是长平的父亲。长子安当年断你一根手指，你就算要报复，你也斩他一根手指就好了。实在气恨不过，你斩他2根、10根，或者你就算断他一条手臂也好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人全家？难道你的一根手指要用50多条人命来抵吗？当然，手指是自己的，命是别人的，杀多少条都抵不过。区区50多个人而已，怎么抵得上我一个手指？那旁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涂白雪阁？为什么要弄瞎子辰的眼睛？那你为何又要阻拦我呢？为什么要碍我的事？为什么要帮常家一家砸碎锄头？小星辰，这件事
从一开始就是你错了，你不应该插手旁人的是非恩怨，谁是谁非，恩多怨多，外人说得清吗？或者你当初就不应该下山？你师尊抱山散人多聪明啊，你为什么不听他的，好好在山上修仙问道？搞不懂这世上的事，那你就不要入世。岳阳，你真是太令人恶心了。小星辰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你。我最讨厌的，就是你这种自诩正义之辈，自以为品行高洁之人，总以为做点好事，世界就变美好了的大傻瓜，天真白痴蠢货！你恶心我，很好。我会怕人恶心吗？不过，你有资格恶心我吗？这些日子，我们是不是隔几天就会出去杀一堆邪祟呀？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是很可惜，你眼瞎了，2个眼珠子都被自己挖没了，看不到那些被你杀的人，他们被你一剑贯心的时候，多害怕，多痛苦啊！还有那些流着眼泪跪下来求你放过他们一家老小的，要不是舌头都被我挖没了，他们一定会放声大哭，喊着饶命！你骗我！你想骗我？是，我骗你，我一直都在骗你。可谁知道，我骗你的你都相信了，我不骗你的你反而不信了呢。闭嘴！你闭嘴！好，我闭嘴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跟你身后的人对对招，让他告诉你，我有没有骗你。是你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说句话，说句话，谁说句话？怎么了？2个老朋友见面，感动的都要哭了。你们要不要抱在一起啊？就是，真是笑死我！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，小星辰，你一事无成，一败涂地，你咎由自取，你自找的！饶了我吧！刚才不是还要拿剑刺我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要讨饶了？死了更好。死了的才更听话。
学长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要让你的好朋友宋兰去杀人了！我要把那个小瞎子活活掐死！不是黄爷，让野狗咬他个稀巴烂！小警察！锁灵囊，我需要一只锁灵囊。从前有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没爹没娘又没钱，常常吃不到。于是他就天天想，要是有人能每天给他一颗糖就好了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阿金姑娘她……那个虚阳就是个人渣，死得太便宜他了。要是仙子在这里，我一定要让仙子咬死他。安战，幸好。幸好什么？回去，易中。终于有反应了，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们，我们去就回。好。
宋兄，这是他残存的灵石。阿金姑娘已经去世了，我们就将她葬在了驿城外。不知道宋兄今后打算如何？明月清风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。不知他们二位还有没有再聚首之日？镇压法阵。蓝湛小心点。果然是阴虎符的痕迹。
哇，这才是人该住的地方吧？思追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思追呢？思追，思追，你干什么呢？多大了还玩这个？我3岁起就不玩了。你管我们呢？我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又不是花你们兰陵金氏的钱。哼。那我先回去看看。嗯。思追啊，别看了，这些我们姑苏都有啊。好，我知道。你先走，我马上跟上。好。景逸，你记不记得你3岁之前在干什么？谁记这个啊？无非就是在云深不知处玩啊、闹啊什么的。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没事，随便问问。哎，思追，你看那个。客官可是韩光君？魏公子留下此物，让我给你。别闹，正宗酸爽，分你一坛。统一老坛998鲜定发酵，果然正宗。食不言。这酸爽特别好，我喜欢。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，这酸爽才正宗。我都要了。哥哥，我也要。阿月，小朋友喜欢吗？喜欢。蓝湛，你还说你不喜欢兔子啊？蓝湛，我们把它买下来吧。好。韩光君啊，韩光君，韩光君，什么事？哦，那个，泽务军已经到了，正在客栈等着你们呢。
莫前辈，这灯笼你就好好拿着吧。看来我们有正事要办了。你们确定看到大哥尸体了吗？我们在义城封印的阵中见到了无头尸身，保存得很好，就连衣服也没有腐烂。刀灵直到见到尸身，才幻化出本来的模样。大哥，他真的是赤峰尊。兄长，忘记，不必说了。当年，我亲眼看到大哥在金陵台走火入魔，经脉尽散。虽然这些年没有他的音讯，可我心里早已有了准备。泽无君，在下还有一事请教。请讲。刚才韩光君也说了，我们在义城与抢走薛洋阴虎符的鬼面人交过手，但是韩光君没有说的是，这个人不但对你们姑苏蓝氏的剑法了如指掌，更是会一些金氏的绝招。泽无君可知道此人是谁？这个鬼面人不仅熟知蓝金两氏的剑法，而且行踪诡秘，隐藏身份，不但在岳阳企图抢走刀灵，更在义城帮薛洋行凶。这个人显然是不想让我们见到赤峰尊的尸身，也怕我们见到被薛洋复原的阴虎符。我们暂且可以不论这个人究竟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什么秘密，但是如今看来，这是一个十分了解清河聂氏祭刀堂秘密的人，一个可能和姑苏蓝氏关系非常亲密的人，甚至是一个和赤峰尊颇有渊源的人。他不会那么做的。泽无君，你们探查刀灵一事，包括遭遇到鬼面人，都是这个月发生的事情。而这个月，他几乎一直同我秉烛夜谈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们还共同策划了兰陵金氏在下个月的清谈大会，分身乏术。所以那个鬼面人不可能是他。那若使用传送符呢？若想使用传送符，首先要修习传送术。此术极其难修，他身上没有任何修炼过的痕迹。而且若想使用此术，需要耗费很大的灵力。前不久，我们刚刚出门夜猎，他状态极佳，所以我确定，他绝没有使用过传送符。他不必本人去。泽无君，你心中其实很清楚，嫌疑最大的那个人是谁，只是你不想承认罢了。是，我知道。
这些年，世人对他颇有误会，但是我这么多年一直相信我亲眼所见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其实泽无君为他辩解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毕竟这个人，在我心里的印象，也并没有那么坏。我们之前不是在讨论薛洋吗？为什么要吵到魏无羡身上来？薛洋干了什么？他就是个禽兽不如的人渣。魏婴跟他相比，只会让人更加恶心。他们这种邪魔歪道留在世上，就是祸害，就应该通通都杀光。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？思哲又没说魏无羡不该杀，他只是说修鬼道的并非薛洋一种人啊。你有必要摔东西吗？他不是还说了一句话吗？修其道者，也未必是想用他来为非作歹吗？修其道者是谁？你告诉我，除了魏婴，还能有谁？魏公子，不必入戏。原来泽无君早就认出我了。魏婴失礼了。也是刚刚才确认的。那么泽无君也应该清楚，刀灵重现墨家庄，绝非巧合。还请泽无君多加考虑。告诉你一个云深不知处的秘密吧，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和我一起喝缤纷无限饮。还不快点和我一起喝？